锦衣卫上门娶亲。我的天爷，这108台聘礼，怕是把半个京城都搬来了吧？贺大人这是求亲还是抄家呀？你看那些送礼的锦衣卫，个个按着腰间的绣春刀，哪有半点喜气？哼，锦衣卫臭名昭昭，不过是皇帝养的一群孽狗，嫁给他就跟进臭水沟里打滚一样，只会让自己臭不可闻。贺寻，权倾朝野的锦衣卫千户，既然嫡姐非要拒他于千里之外，那我便要了。可大小姐，贺大人还在里面等着回话呢。秦素娥，你盯着那聘礼，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怎么，看上了？要嫁你去嫁，我这样的大家闺秀，只会嫁给正经科举出来的读书人，将来做人人敬仰的翰林夫人。好啊，我嫁。你真想嫁？秦素娥，你失心疯了吧？长姐既然不愿，秦家总不能公然悔婚。我若嫁过去，也能全了秦家的体面。秦素娥，你以为你是什么身份？不过是一个庶女，也配捡我不要的东西？贺寻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你想嫁就自己去问，到时候被当众羞辱拒绝，又或者是直接一刀劈了，可别说你是我们秦家的人，不嫌丢人。贺大人，这岁妍今日身染危急，恐无法面见大人。秦大人，贺某要的不是面见，是一个准话。这聘礼你是收还是不收？大人抬爱，只是我们岁妍自小性子柔弱，怕是伺候不好大人。放肆！谁让你出来的？还不退下！嫡姐不愿意，你看我行吗？只是我是庶女，如果你介意身份低微，那等当我没有说过。混账东西，你胡说八道什么？贺大人面前岂容你这疏字妄言？贺寻刚进入仪位不到2年，很快他就要升为镇抚使，这是从4品的官职，还是陛下面前的大红人。父亲科举入仕20年，如今也不过从4品。贺大人息怒，小女无知，定是得了失心疯。下官这就将他带下去严加管教。秦少卿，你这小女儿倒是有意思。畜生，还不快给贺大人赔罪！大人，您要杀要剐随您，我秦家定不干涉。明明是小姐身份，却穿的还不如夫人身边的大丫鬟，但眼睛却那样的坚韧，就那么直直看着我，也未见惊恐之色。秦大人不必如此惊慌，贺某像是那般不通情理的人吗？逗个趣儿，秦大人别在意。把抬进来的聘旨记在4姑娘名下。既然4姑娘愿意嫁，那贺某又如何能拒绝？我从未见过他，他却能随口叫出我在家中行刺。锦衣卫果然如传闻般无孔不入。听清楚了，今日贺大人上门求娶的，便是秦府4姑娘秦素娥。是，婚期听凭大人吩咐。1个月后，是个宜嫁娶的好日子。未来夫人，还请多多关照。不应该招惹这只猛兽。贺寻真的答应了，
那个杀神竟然愿意娶一个身份卑微的庶女！你真贱啊，秦素娥！你有什么可得意的？你也只不过是捡了我不要的，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嫡姐不是说嫁给他像进臭水沟打滚吗？如今我替长姐滚了这臭水沟，嫡姐又为何如此愤怒？怕不是长姐后悔了？哼，我后悔？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连你这种和他一样的货色都肯要，你们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随烟，住嘴！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锦衣卫的名头也是你能随意编派的吗？你想害死整个秦府吗？父亲训他鲁莽，却丝毫不提他对我的羞辱。这就是秦家的公道。嫡姐这是嫉妒了，还是后悔了？我会嫉妒你？你算个什么东西？若是嫡姐后悔，妹妹也可以相让。我明日就去和贺大人说，把成婚对象换回嫡姐，如何？我知道他在打什么算盘。他原以为贺寻会因为被拒而迁怒于我，到时顺势将我送给老官做妾，既能帮秦家联姻，又能除掉我这个容貌胜过他的肉中刺。怎么，嫡姐不愿意吗？长姐，1个月婚期太紧，妹妹还得赶着绣嫁衣，这双打人的手，还是留着绣你自己的如意郎君吧。听说抢了嫡姐，真是要脸！喜报，贺大人升了，升为镇护使从4品。素娥，以前是府里疏忽了你，现在你是镇抚使夫人，出嫁绝不能寒碜。素娥，这些地契都是府里给你留的，你可要记着家里的好。女儿明白，女儿定会报答母亲的这份厚礼。就算锦衣卫名声差又如何？从这一刻起，曾经那些俯视我的人都得弯下腰。姑娘，贺大人什么宝贝都见过，这一双鞋怕是不会放在眼里。况且这种事交给绣娘就是，何必熬夜伤眼？他终日办案，缺的就是这双鞋。我得让他知道我在意他，怎么能让他人代劳？而且我自小便擅长女红，只一眼他脚多大，我便知七七八八。纯金无瑕，看来这份讨好他接下了。这是接亲还是查封啊？抱歉，大人公务繁忙，夫妻一体，我省得。从4品告密，快了，只要进了贺家门，我就是主。秦家，你们便下地狱吧。夫妻对拜。都回来。新婚之日，新郎离去，这秦家庶女怕是要守活寡了。娘，夫君为圣上办事，是咱们贺家的荣光。既然礼已成，开宴吧，不能慢待了各位。开宴！瞧你，一进门就给爹娘行这么大礼，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后悔嫁了呢。秦岁烟，如今我是镇抚使夫人，你享受这一礼，也得看你命够不够硬。贺寻大婚就失踪，你连圆房都没有，也配叫夫人？给我拿下，家法伺候。素娥，给你姐姐认个错，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不可能。逆女，滚到祠堂，让她清醒清醒！谁敢动我夫人？这得杀了多少人才有这么大的血味啊！贺大人这一身，怕是刚从刑场回来。贤婿，这是刚忙完公事，怎的也不让人通报一声，老夫好出去迎你。是啊，岳父，本官刚在赵狱料理完几个嘴硬的，路过秦府，心想总得来接夫人回家。只是方才本官在门外听见岳父大人要将我贺寻的夫人关进祠堂反省，不知我夫人犯了什么天大的错。岳父不如仔细说说，本官身为锦衣卫镇抚使，最擅长的就是明断是非。若夫人真的有错，本官定会秉公办理。误会，全是误会。贺大人，素娥回门，家里只是在同他玩笑，对，是玩笑。玩笑，岳父这玩笑开的倒是别致。看着满地的红绸珠宝，莫非是嫌弃我贺府的礼不够重，这才给丢出门外听个响？哼，下官不敢，下官万死不敢呐！我本想，既然岳父不满意，那本官明日便同陛下讨要一些抄家得来的御赐之物，再不行就把那些逆臣的人头阉了送过来，也好讨岳父欢心，如何？没眼色的东西，还不快把小姐的回门礼收好！若是损了一丝一毫，老夫扒了你的皮！都是这奴才办事不力，冲撞了贺大人，贤婿千万莫往心里去。他竟生得这样好，权势滔天，容貌无双。既然礼已经送到了，门也回了，我这便带着夫人归家。岳父大人，可还有什么教诲要给夫人的？没了。贤婿公务繁忙，正事要紧，贤婿慢走，有空再来，有空再来。贺大人何必走得这样急？我与妹妹刚见上面，还没说上几句话呢，哪有回门一个时辰不到就要走的道理？传出去，旁人该说秦家待客不周了。大人，您说是吧？这个孽障，前几日还骂人家是臭水沟，现在又来卖什么乖？万一贺寻想起先前拒婚的事，等等，站住！你们给我站住！碎烟，你想害死全家吗？站住是吧？长姐说的对，我确实差点忘了一件事。秦素娥，你这个贱人敢打我！这2巴掌是你该受的。方才我进门时你对我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这还只是讨回的一点利息。秦碎烟，以后手伸长之前，先想想自己有几颗头。疼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
大人竟然亲自抱着夫人进门，不是说大人大婚当日就走了吗？我瞧着大人那飞鱼服上的血，还以为是回京直奔家里换血，没成想是急着去接夫人。这就是锦衣卫的体面，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全府上下，即便他大婚离去，即便我是个庶女，我也依旧是他贺寻护着的人。抱歉。夫君，妾身可以自己来。从前在府里，比这更重的伤我也受过，没什么大碍。以后不会了。今日之事，还有大婚之日，是贺某负了夫人。与其说那随口就能来的抱歉二字，大人不如给些实在的。好，你要什么？一则，我既入了贺家的门，便要做这贺府名正言顺、握有实权的当家主母。我不喜欢有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弄鬼，更不喜欢有人借着我的身份寻衅。这二嘛，妾身想知道，夫君当日去秦家求娶嫡姐，是情根深重，还是见色起意？如今娶了我这个庶女，嫡姐却有了悔意，甚至当众羞辱我是捡了她不要的。夫君呢？夫君可曾有一丝后悔？若是夫君后悔了，那妾身可是会很伤心的。夫人，不是非要知道答案不可吗？现在跑什么？夫人，就这点胆子，也敢来勾本官的婚？我从未见过你那位长姐，只是家母催得紧，我便命人选了几家家世清白、官职梯微。你父亲只是太平寺少卿，待的是清水衙门，没那个胆子犯事，正好省了锦衣卫往后大义灭亲的麻烦。这果然是锦衣卫的选妻标准。按照规矩，要求娶的自然是未曾许配的长女，只是我没想到，最后求来的竟是夫人这般妙人。夫人貌美又聪慧，懂得抓鸡，也懂得反击。我贺寻自是再满意不过。既然大人满意，那这日子总归是能过下去的。清流，老实本分。贺寻，你终究是没看清我那个父亲。在这京城，没有不贪的官。我父亲能在太仆寺那个位置稳坐20年，私吞的马场军心，倒卖的御用良躯，足以让秦家抄家灭门3次。嫁给这个吃人的恶鬼，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豪赌。
贺大人，希望你这柄绣春刀足够锋利，能斩断我所有的梦魇。从今日起，这贺府里里外外都由夫人说了算。谁若是阳奉阴违，锦衣卫的诏狱里多的是让你们听话的法子。见过夫人。这药须得文火慢炖，大人身子重，半点马虎不得。素娥，阿寻这孩子打小就心思重，锦衣卫在外名声不好，连带着他也被外面传成食肉饮血的怪物。你莫要怕他。娘，儿媳省的，夫君办案都是为了社稷，而且心中只有敬重。只是儿媳常听人说起，夫君立过不少大功，不知那些都是什么样的凶险事？远的不提，去年那个被全城百姓送万民伞的清官林大人，谁能想到私下里竟贪了20万两赈灾银？是阿寻带人掘地3尺，把那银子从他小妾的棺材底里翻出来的。夫君当真是圣上的利刃，斩的都是安杂。娘，女儿不想再等了。秦家的血债，秦碎烟的羞辱，女儿要让他们一并还回来。夫人，大人出事了，快叫郎中！怎么回事？大人随太子查验皇陵，皇陵塌了。大人为了推开太子，被落石生生砸中了后背。我儿啊，这皇陵修了10年，怎要说塌就塌了？太好了。夫人，外面传疯了，说是皇陵坍塌，不仅砸伤了锦衣卫和太子，还震裂了旁边的五公主墓。就是那个前朝开国五公主。正是，听闻墓里倒灌了暗河水，周遭的殉葬坑塌了一大片。工部那帮老头子现在都跪在午门外等死呢。等死？恐怕有人正忙着找替死鬼。大人，安王爷刚上的奏折，他说坍塌是因为工部采石惊动了五公主墓的机关，暗河倒灌导致土质松弛，这才连累了皇陵。荒唐！这简直是天下最大的笑话。安王爷说了，只需追责工部几个选址和督工的官员，这案子圣上似乎想准了。拿这种说辞糊弄陛下，真当锦衣卫都是瞎子吗？取我官服来，我要进宫请旨。若任由这帮尸位难残的东西欺上瞒下，我大周江山迟早要被挖空。大人，您的伤，而且安王爷是圣上亲弟子，这案子他定了性，您若是去翻，便是当众扇他的脸啊！照他们这般荒唐的说法，需要追责的便只有选定皇陵地址的官员和负责修建的普通工匠工人了。大人息怒啊！可这案子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分明是工部有人重宝私囊，中途贪墨。安王这折子就是在偏袒那些贪官污吏。皇陵乃国之根本，如今坍塌还牵连了五公主墓，陛下怎么？大人，这案子要是交给您来查就好了，凭大人的手段，定能查个水落石出。即便此事牵连半个朝堂，甚至有天魂贵贵牵涉其中，你也敢查吗？锦衣卫镇抚使贺寻贺大人，你真的敢查吗？那便从我的好父亲开始吧。庸庸碌碌，想必犯不了什么大事。这案子又能牵连到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贺大人，你可真是大错特错了。我那位好父亲秦相夷胆子可比想象的大得多，连修建皇陵这样的大事，他也敢掺和着插上一手。什么？秦大人参与了皇陵案，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你把话说清楚，皇陵坍塌与你父亲有何干系？
前朝的武功主墓又是为何而塌？你以为前朝的武功主墓为什么塌？因为墓中的金丝楠木和青石料全被他们偷偷挖了出来，没有了梁梁支撑，土质再一松，大水一冲，它能不塌吗？可是，工部每年拨下去那么多银两，他们为什么要冒如此大险，用这些风化料子来糊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皇帝陛下太节俭了，拨下去修皇陵的银子太少，那些人根本不够贪。贪得无厌的蛀虫！要想喂饱那些层层盘剥的贪官，就只能剑走偏锋。而我那个好父亲秦相夷为什么能参与进去？因为他和负责修建皇陵的安王是同一个岳父，当朝丞相。夫人，这安王可是陛下最疼爱的小弟弟。安王确实是陛下最小的弟弟，陛下疼他，才把修皇陵这样油水丰厚又容易立功的差事交给了他。可安王此人不学无术，只知吃喝玩乐，那点微薄的俸禄哪里够他挥霍？俸禄花完了，便在底下人的撺掇下搞起了贪污。一开始只是给那些不得宠的妃子或偏远宗族修陵时以次充好，后来他们胃口大开，便盯上了前朝的古墓。不错，拆了前朝的墓来修本朝的坟。但这事儿要想瞒得严严实实，安王就必须拉更多的人下水，用银子堵住所有人的嘴。所以安王拉着他的丞相岳父上了船，带着他一起发财。然后秦相一虽娶了丞相不起点庶女，但也顺理成章地分到了一杯羹。可他只是一个太仆寺少卿，如何能在安王和丞相的杯子底下做成这种瞒天过海的买卖？因为他手里握着我娘的陪嫁，一家在京城数一二的木石商行。木石商行？我父亲秦相夷当年纳我娘做妾，连哄带骗，拿到了我外祖父家的木石商行。那些从五公主墓里偷出来的木材石料，甚至都用不着运进商行的仓库，只要在账本上走个过场，披上一层新皮，就变成了从海外递的极品木石，再被安王以高价买走，成了皇陵特供。这脏钱洗得何其干净！如此隐秘的账目，又是如何得知？我娘是外祖父的独女，自幼跟着外祖父看账管账，那账本上的猫腻，时间一长，她又哪里会看不出来呢？我娘当时惶恐不安，可她一个妾室，在秦家毫无立足之地，除了抱着我悄悄哭泣，什么办法也没有。直到有一天，她拼尽全力写了一封信，偷偷送去给外祖父。我不知道那信里到底写了什么，也根本不知那信有没有送到外祖父手里。我只知道，信送出去的第3天，外祖父就暴毙病逝。那个老东西死了，如今你唯一的指望也没了。那张账本，你既然看出了猫腻，就别想活着带出去。按紧了，我力气倒是不小。把他挂在房梁上，就说他身为妾室，手脚不干净，偷窃了府中的财物，被发现后羞愧自杀。
偏偏叫我看见了一切。那天我见娘亲好几日都闷闷不乐，我只是想和她一起躲猫猫，让她开心一些。我却正好眼睁睁看着我娘死在我面前。从那以后，明明杀母仇人天天就在眼前，我却只能装傻充愣，扮演那个柔弱无能的娇娇女。明明受尽他们母女欺辱，我还要每天笑着给他们请安，笑脸逢迎。交给我吧。等我回来。夫人，门外秦素烟大小姐求见，说是特意来探望您的。秦穗烟，她居然还有脸找上门来。你来干什么？管家，送客。往后若再有不相干的人登门，直接让人轰出去，不必来报。是，老奴明白。秦素娥，你以为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你不过是个替嫁的贱人。这锦衣卫战俘使夫人的位置，你觉得你能坐稳几天？哼，难道不是吗？贺大人成婚当夜便因公出征，这身子骨刚好没几天，竟然又因公务外出了。这次要多久呢？你与他是新婚，他若心里真的有你，难道不应该待在家中日夜陪伴你吗？所以，哼，你还不明白吗？贺大人这是嫌弃你，故意躲着你呢。你别忘了，当初贺大人登门求娶，真正指名道姓要娶的人是谁？等到贺大人忙完公务回来，只要我向他表明心意，他定然会拨乱反正，你就老老实实等着被休吧。不过，你若是现在跪下来求求我，往后等我过了门，我还能大发慈悲，让你在贺府做个妾。夫人，这皇陵坍塌、前朝大幕沦落一事，在京城闹得满城风雨，圣上震怒。秦大小姐她难道一丁点风声都没听到吗？贺询是被陛下钦点派去查案的，皇命如山，他若是不去，难道要抗旨不遵，然后满门抄斩，借你个项上人头一用？秦穗烟，你脑子若是有问题，就赶紧出门左转去找大夫，我这贺府可治不了你的癔症。管家，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丢出去！上，把人架出去！秦素娥，你这个贱妇，你敢如此对我！你今日敢不听我的话，我回去便让爹在族谱上除你的名，把你彻底逐出秦家！秦穗烟，你若是皮痒了，特意来贺府找打，便直接知会一声，我当真不介意，往后每天都抽空赏你2巴掌。你这个疯子！我是秦家的嫡女，你敢打我！嫡女？秦穗烟，你当真以为我怕你这秦家嫡女的身份？你且给我记清楚，哪天要是秦家彻底没了，本夫人倒要看看你这所谓的嫡女还能在京城里得意些什么。管家，直接将这满嘴胡言的疯妇给本夫人扔出去，往后贺府的大门，他连靠近1步都不配。是，老奴省得。夫人，您今日如此对待大小姐，秦府那边怕是会给咱们府使绊子。使绊子？他自顾不暇了。这一场博弈才刚刚开始。贺大人，夫君，我是穗烟啊，我是你本该娶的娘
是受了秦素娥的奸夫的挑唆，求求你放过我，放过秦家吧！贺寻，你凭什么抓我？你不过是锦衣卫的一条狗，仗着陛下的几分恩宠，便在京城里任性妄为，谋害朝廷命官。你若敢动本官一根汗毛，本官明天便让言官在朝堂上狠狠参你一本，定要让你这庶子无纱帽不保！秦大人，好手段啊！你秦家的木石商行账目做得很是干净，只可惜纸终究包不住。秦大人，你以为你和安王做的事真能瞒天过海、神不知鬼不觉吗？从前朝五公主墓里偷出来的那些阴沉木和古青石，任凭你们怎么掩盖，也绝不可能凭空抹去。只要仔细一查，到处都是证据。你少在这血口喷人！我秦家的木石商行每一笔账目都是合法合规的，一进一出确实看似毫无破绽。可你所谓的塞外采购渠道，只要大理寺的顺藤摸瓜去查，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海外商船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你们不过是仗着有安王这个最大的保护伞挡在前面，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如果这皇陵再撑上1年，等陛下千秋之后入了死，断龙石轰然落下，这个惊天秘密或许就真的永远烂在地下，再也不会有人发现真相。是你！那时候我就不该心软，该杀了你一了百了。对，是我，秦相宜。人在做，天在看，你杀了我娘就该死。这一天我已经等了10年。你这个贱人生的贱种，你和你娘一样贱，不，你比你娘更贱，贱人去死！夫人，罪臣太仆司少卿之妻前世欲销毁证据，拒捕，现已斩于刀下。夫人，天大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的皇陵一案，近日终于尘埃落定了。如何判的？陛下雷霆手段，京中与此事有关的官员一同落网，包括丞相和安王，无一幸免。那安王，那可是陛下的亲兄弟啊！安王虽保住了性命，却被贬为了庶人，连同所有子女一同囚禁在未完工的皇陵里，终生不得出。安王他亲手造下的苦果，也只能自己在这暗无天日的皇陵里吞咽一辈子了。那其他人呢？丞相判的最重，满门抄斩，剩下的人基本只诛首恶，当事人一律砍头，罚没所有家产，男丁流放边疆，玉哨不谢。那老太爷和大小姐呢？哼，秦相宜自然是被砍了头的。今日午时3刻，已在菜市口行刑。至于秦穗烟，大理寺下旨罚尽所有家产后，他被充了官妓，送进了教坊司。官妓，他平日里可最是骄横。骄横有什么用？听教坊院的人说，他刚进去时还总耍大小姐脾气，不服管教，当场就被长侍嬷嬷做规矩，拿藤条打得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哼，如今老实的像只落水鸡。如今一切事了，杀母之仇终得报，嫁妆也完好保存了下来。可我现在到底还是罪臣之女，而贺寻如今是圣眷正浓、风头正盛的锦衣卫指挥使。贺寻，你的恩情我记一辈子，可正因如此，我绝不能成为你青云路上的污点。夫人，天大的喜事，贺大人又升职了。陛下下旨，直接册封大人为正二品锦衣卫都指使，执掌锦衣卫亲军。这下我便更配不上他了。夫人何出此言？
大人对您的心思，奴婢们可都是看在眼里的。大人他……素娥，我们再成一次亲吧。不了吧，我其实想跟你说，自那日他为我出手，我便把心丢在他身上了。我知道，定然是我现在帮夫人报了仇，没了可以利用的地方。夫人不需要我了，便要抛弃我，是我不好。那日不该仓促离开去查案，就应该天天待在夫人身边陪伴你，哪怕……好，成，咱们再办一次，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终究是我欠了他的，他想要如何，便由着他如何吧。一言为定。既然如此，我这就请人看日子去。我总觉得是自己落入了这男人的陷阱。锦衣卫指挥使果然阴险狡诈。夫人，今日我来好好接你回家。夫妻对拜。凤冠太重，累坏你。其实不必这般大费周章，我从未怪过你当时半途离去。可我怪我自己，那日皇陵急报传来，我不得不走，留你独自面对满堂宾客。我想给你一场完完整整、没有任何遗憾的大婚。贺寻，当初我主动求嫁，满心都是利用，你当真从未介意过？初见你那日，人人都畏惧我锦衣卫的身份，唯有你敢直直站在我身前，开口问我可否娶你。我知晓你另有所图，你心思坦荡，想要什么便大方争取。比起那些伪君子，你直白坦荡，合我心意，我如何会怪你？烫伤了怎么不换丫鬟带了？往后厨房琐事不必亲自操劳，用这套厨具便不会烫伤自己。他少年丧父，一路厮杀才到今日，身上刀伤剑伤无数。近来无大案，我向圣上请了3日休沐，在家陪你几天可好？从未想过能有这般安稳日子。往后余生，我都会给你安稳。我心中只有你一人，旁人再好入不了我的眼，我不愿让你半分委屈。过往伤痛，早已被数十年相守的温柔抚平。还记得当年你站在秦家前厅，问我可否娶你吗？那日红绸聘礼铺满地，你一身素衣，眼底藏着倔强与孤勇，那一刻我便动了心。那时我满心算计，只觉你是跳板，哪里知晓往后会满心满满都是你。初见是缘，相守是幸。若重来一回娶你，护依旧你一世无忧。若是当年秦岁寒没有拒婚，你当真会娶她吗？绝不会。我命中注定的妻子，从来只有你秦素娥一人。 16岁那年，
我孤注一掷，捡下嫡姐弃之的锦衣卫夫君，赌上全部人生，却不曾想，这场赌局，我赢了仇恨，更赢了一生良人。世间世人皆惧锦衣卫，唯有我知晓他藏在冷硬皮囊明之下的温柔与至诚。此生相逢，幸神极爱，锦帐岁岁，永不相负。